这个是本来就是对的，不是我搞碎的吧？啊，你是摄影师，你要帮我作证的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长毛大师。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开2期韭菜盒子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啊。你先来开第一箱，一箱里面2个，一拖二。这个大哥太客气了。这个是本来就是对的，不是我搞碎的。啊，你是摄影师，你要帮我作证的呀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头啊，基本上是一个全脱的，一个后浆敞口的一个水石，都没有皮壳了。这个断口你看到没？吸光度还不错，肉有一点点刚性，挺好的。但是它的光有点散，感觉种水的话不会说起到一个高冰的这么一个感觉，但是糯冰的话，这么看的话会有这一块是被磨过皮的，有被刮过的这么一个痕迹在。这个石头的话感觉比较白一点，但是这个种水就是能拿到一个糯冰的感觉了。来看下一项。这个石头就比这一块石头感觉要差一点，来看一下为什么差一点。这种银光闪闪的这种苍蝇刺还是蛮重的，说明它里面大概率会出现一个新冰的这么一个感觉。这石头都很明了的，看到吗？这种石头很容易拿来唬人的，因为它是水石来的，皮壳比较薄，一打灯就会发现这个石头比较透，但是没有用啊。我们玩这种石头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皮壳。它的皮壳有无苍蝇刺啊，翻砂是否均匀啊，然后一个吸光度怎么样啊，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石头可不可以玩了。但石头基本上这样子的话，不建议大哥切啊。我们打个电话给大哥吧，就除非什么样的石头会直接给大家切呢？就是很明摆的、特别差的，或者说是很有赌性的石头，会给大家去直接切掉。但这种石头我们还是给大哥打一个电话问一下，好吧？我是薛明，大师兄呢？哎，对，是我。你好。就这2块石头的话，就是不太建议你切呀，因为皮壳基本上全脱了这一块石头啊，它的一个皮壳意义、原始意义大于它的起货的这么一个意义，能明白吗？明白这个意思。就是因为糯冰的成品有很多，但是这一种皮壳这么舒服、这么漂亮的石头比较少。然后的话还有第二块就是皮壳比较粗的，上面苍蝇刺很重的这一块。这一块的话切出来的话，基本上也会呈现颗粒感很重、底妆很粗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就这种石头很明了的，它没有任何赌性在里面。怎么说？你要切的话，我就给你切。因为我主要是想把它变现。那还是不要切了。我不知道您是多少钱买的，方便说一下吗？第一块大概是在8000那样。要不先放一放吧。现在这个东西处理变现的话，感觉会亏耶。你这个东西再放个1年2年的话，可能会过万。它这个断口是后面你自己敲下来的吗？断口是自己敲的，那个小块就是自己后面拿来磨的皮。你这个石头，如果第一个石头想卖高一点的话，我建议你把那个断口不要放进去和它一起卖，因为你这个断口磨过皮，说实话有点垮的。这个东西虽然说表壳上来看可能不会说打得很高的分，但是里面的东西谁也说不准了。是啊，虽然它皮全脱了，但还是有一点赌性在的。这个我建议说第2块的话，你也顺带一起带着，也免得来回接来继续。第2块的话，不要对它期望太高。我知道，我心里说。好，行，那就这样。谢谢大哥的舍不得。好，那拜拜。那个也跟大哥沟通了，也跟他说了一个卖石头的一个窍门，就说我建议他是想卖更高的价格，不要让别人压你价的话，就是单独卖这个就可以。虽然它比较明了了啊，没有什么皮革都脱沙了，但它还是有一定的赌性在里面的。这个是我们老玩家共同认同的这一点，这个也是今天教到了这位大哥这么一点啊。那我们今天这2块石头就先放一放，可能大哥是要来变现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块啊，来看一下缅粹、缅甸。邮费什么啊，一个923元应该是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石头是拿了一个胶布给它包过，这种皮壳大家看一下，这种皮壳是刷过的，看到没？刷得很猛。上面的沙粒什么都被刷过了，里面的东西应该不会太好啊。这种石头应该是用那个新敞口的一个公斤料，给它把皮壳刷的整齐一点、硬一点、细一点，完了再拿出来卖的。那我们也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，赌性比较大。那我们接下来给它切开来看看啊。今天是一期视频，还没有切石头呢，切一刀，不切这一期视频感觉跟没有拍一样。空斤裂帝王裂，第一次见过裂这么满的一个大马卡啊，裂成一幅画啊，它的艺术价值很高，大哥，这个黄雾层都特别的干，没有什么用啊，不做过多介绍了。关于这块石头啊，大家都看得到的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赌个门，拜拜。